我姊妹啊，她在这个沙漠里面上班，这个沙漠就是这个草木不生，一毛不拔的，这个在那里住的就是老人、病人逃走的人，就是那些从墨西哥逃过来的便宜嘛，那里房子全部都是白人。以前啊，做这个中国留学生啊，真容易，你要讲什么他都在乖乖的坐在那里听，等到要受尽的时候，到了受尽全部跑到浴缸里面去受尽。这个白人我跟他讲到3000人讲过，要一个一个跟他来牧养他，哎呀，那实在是对我来说是一个挑战。 OK， 怎么开始呢？把他们的名字一个一个写下来一个一个名字啊，我为他们祷告，祷告啊，这个祷告了好多人啊，这个有的人祷告来祷告去他不来啊，但是呢也有人慢慢就带进来了。别的就不讲，我就讲一个，我在特会里面我也讲这个，他名字叫做 John， 这个30年前就已经在教会了，这个不知道是谁得罪了他，9年不来聚会了。这个头一次就是他太太把他拉来一起吃个饭，跑到去日本餐馆去吃sushi，坐在哪里？我是香条弟兄他是久不来聚会的，坐在哪里只有他讲，没有我讲，他听都听不进去，你要讲什么他听都听不进去，他就在那里东讲西讲，也没有谱，也没有路线，这个但是你要跟他讲上一个特会的信息纲要，第一点是什么，第二点是什么，他听都不要听，所以我就用耳朵来牧养他。我就坐在那里啊，比如说1个小时讲道难，1个小时听人家讲更难了。特别是弟兄们不喜欢听人家讲，都喜欢自己讲。那你既然有这个心情啊，你就要知道牧养人就是听他讲，因为他喜欢讲，所以你就听他讲就好了，你就坐在那里听他讲然后呢到某一个地步呢还问问他，叫他知道你是在听着他的。讲了2次，这样吃饭吃了2次，就是做什么呢？就是叫他对你放心。然后呢他太太跟我太太呢就是有这个诚心嘛，所以搞来搞去，到了有一天就跟这个弟兄我就提出来了，他开始来这个小白聚会，我就说John 要不要交换一下电话我们早上这个可以彼此扶持他说 OK， 就从那个时候开始，那个大概是6个月以前嘛，每天这个就大家拿起电话来就是诚心这个读节。前几个礼拜他就突然之间，他是9年没有来博饼，他突然之间来博饼了。哎呀，我跟你讲这是约翰福音第15章这个你结长存的果子，这个喜乐充足这个喜乐真的是很快乐。这一个久不来聚会的，他就开始来聚会了真的是很快乐。那我就说我们这个小白聚会里面还有几个新人有一个好得不得了的，他不知道哪里拿了一本恢复本圣经，
他就爱不释手啊。他说我别的圣经的我都不要了，我就是要这本圣经了。但是他不是在我们当中的。那个他是犹太人，犹太人背景啊，信的耶稣是叫做英文叫做 Messianic Believer。喜欢这个恢复本，喜欢到一个地步啊，把他这个恢复本也介绍给他这个犹太人的父亲。然后呢，头一次来聚会，他说：“哎呀，这里聚会真好啊！我没有别的教会了，这个就是我的教会了。我没有别的老师了，你就是我的老师了，你就是我的拉比了。”我说这个果子是天上掉下来的啊，太好了，这个心里面很喜乐。其实我们为那对夫妇祷告了2个月，突然他来了，他就那么敞开，那真的是一个很好的这个果子啊。所以刚才我说那个久不来聚会的弟兄呢，有为他祷告了一阵子呢，我就说弟兄啊，你要不要你打电话给他啊？你去牧养他一下嘛，这样成全你也去牧养他。他说可以啊。他一打电话2句话就把人得罪了。他一开口就是这个地方教会的打鼓了啊！你是在这个知识善恶树上啊，你要赶快转到生命树啊！这是他那个新人一听就把电话挂下来，2个月不来聚会了。我说：“哎呦，我这个究竟是对是不对？把这个新人交给这个另外一个新人去照顾。”这个就是在我们牧养里面所遇见的挑战。我姊妹啊，她在这个沙漠里面上班，这个沙漠就是